今天用5分钟的时间帮大家比较一下台股的杠杆型 ETF。在看完之后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台股的2倍杠杆型 ETF 的话，应该会比较清楚要买哪一支。目前台股只有开放2倍的杠杆型 ETF， 没有3倍或者是更高的杠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比较的就是这4支2倍杠杆型 ETF， 它们分别是元大台湾50正2、国泰台湾加权正2、富邦台湾加权正2以及群益台湾加权正2，它们都叫正2，其中只有元大发行的是0050正2，其他3支的 ETF 都是台湾加权正2。这3支台湾加权正2几乎是100%持有台指期货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富邦台湾加权正2，它持有台期指的比例高达 199.65%， 所以国泰、富邦跟群益这3支 ETF 可以说是3胞胎，它们的绩效在理论上应该是相差不多的，唯一的差异可能是追踪误差或者是经理费的不同。至于元大台湾50正2，因为名字上带有0050，所以持有的标的除了台指期货之外，还有部分的台湾50期货。从这张表你可以看到，这是9月跟8月的台股期货，相加起来占比高达 195%， 而台湾50的期货占比则是 5% 左右。所以我觉得它的绩效表现跟刚刚3支 ETF 理论上也不会相差太多。因此在选择上就是分成2个阵营，看你要选择元大的台湾50正2，还是要选择台湾加权正2。我们现在看看我整理的这张表格，基本上我比较在意的项目只有3个。第一个是规模的大小，第二个平均每日成交量，第3个经理费。在比较完这些之后，最后再来看他们的报酬率比较。从这张表可以看到，元大的正2规模是最大的，它的规模超过了315亿，以我刚刚查到的数字来看，已经接近400亿了。而另外3支台湾加权3胞胎，规模最大的是富邦，目前规模大约是122亿，比起元大要少了一些。而群益的规模只有14.6亿，国泰更是只有2.4亿。你也可以从每日的平均成交量看得出来，元大跟富邦的成交量都在2、3千甚至4千张左右，可是国泰跟群益的每日平均成交量都只有3位数。所以从规模跟成交量可以看得出来，元大跟富邦是比较有人气的，有比较多人在交易的2支 ETF。站在流动性的观点来看，我比较不推荐去买国泰以及群益这2支 ETF， 因为在成交量有限、相对低的情况之下，很有可能会被溢价去买到 ETF， 或者是折价卖出。所以在这里我暂时不考虑长期投资这2支 ETF。等到哪天他们站上了100亿的规模之后，到了那时我们可以再来考虑投资他们。这边先说明一下，为什么在比较投资报酬率的时候，我用的价格是从2017年的3月30号算到目前为止。这是因为群益正2它的成立时间最晚，它是2017年3月30号才成立的，所以我才会用这个区间来比较报酬率。但是目前我们已经用规模跟每日成交量把群益跟国泰正2给排除在外了，只剩下元大跟富邦这2支 ETF。所以在比较报酬率的时候就要更改区间，我改用富邦成立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区间。富邦是2016年10月5号才成立的，比元大大约晚了2年。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表来比较这2支 ETF。从规模跟成交量的角度来看，这2支 ETF 的流动性应该都相当充足，没有问题。从经理费的角度来看，富邦要胜过元大台湾。我个人觉得元大在 ETF 的市场有一种老大哥的感觉，它的经理费都是高人一等的。就像0050跟00608，明明投资的是相同的标的，但是0050它的经理费就是要高人一等。从费用率来看，还有我们想要扶持第2名去挑战第1名的这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认为富邦台湾加权正2是比较值得投资的标的。至于投资报酬率，虽然富邦正2有比较低的经理费，理论上应该有相对高一些的报酬率，但是并没有，两者的报酬率都是 824%， 完全相同。这可能是因为在过去的5、6年当中，台湾50也就是大型权值股它的表现要来的比较好一些。所以从目前的数据看来，如果我想投资杠杆型 ETF 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富邦台湾加权正2，而不是元大台湾50正2。可是为什么我之前买的却是0050正2呢？很简单，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富邦这支 ETF， 就像我之前投资0050一样，我完全不知道有006208。可是当我了解之后，我就会去投资比较值得投资的标的。我觉得元大它 marketing 其实做得非常的好。0050正2它的 marketing 做得很成功，因为它把名字跟台湾50连接在了一起。
而台湾50又是台股目前最古老也是规模最大的 ETF， 因此沾了0050的光。从刚刚的主要投资标的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两只 ETF 都把195% 以上的资产放在台指期货里，只有0050正二因为必须要跟台湾50做一点连结，所以才会持有大约 5% 的台湾50期货。虽然这 5% 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，可是如果台积电跟其他的大型权值股，它的表现长期下来比其他中小型类股要来得好的话，0050正二的确有可能会缴出比较好的报酬率。不过，我认为大型股在台湾股市的占比已经很高了，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，实在没有必要去特别持有台湾50期货。基于以上所述，之后如果我想要加码投资杠杆型 ETF 的话，我的首选应该是富邦加权正二。再跟大家强调一次，我并没有推荐杠杆型 ETF 的意思，请投资人要视自己的风险承受度，做好自己的投资决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